大家好，我是浩东。这次来到房车厂的露营地驻车呢，看到路边停着好几辆这样的做 C 型车的2类底盘。那么这个底盘呢，就是福特新出的V363的这款底盘了。那么相信大家都对这款底盘比较感兴趣。那我呢也非常想试乘试驾一下。今天呢是星期二。房车厂去上海参加展会的样车，今天应该是回到厂里边了。那咱们就先跟房车厂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要到一辆样车，咱们也来体验一把，试乘试驾一下。刚才跟房车厂电话联系了一下说是今天样车在，可以试乘试驾。那么咱们现在就先看一下这款底盘的一些细节。首先看一看 V363的大梁，这个大梁一眼看上去就知道它是一个承载式的车身，就类似于咱们家用小轿车，开起来舒适度好一点。V363的后桥呢是用了3块钢板这个钢板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橡皮垫儿，然后最下边一条钢板呢是平直的，也就是说这辆车在比较轻的这个状态下呢，只能用上上面2片钢板车在重的时候呢，这个第3片钢板才会起作用。然后呢，这个因为有橡皮垫，它相对来说这个钢板的弹性和缓冲稍微能好一点。油箱呢，目测应该和依维柯一样是100升的油箱。再看一下它的前悬挂。前悬挂和 V80 一样是弹簧加减震。那么依维柯呢，它是扭力杆扭力杆呢就是用一根比较有弹性的金属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作为它的减震肯定是没有这种舒服的。那么福特之前出的那款底盘 V348 我是试驾过的，当时试驾的是一辆已经做好的 B 型车，感觉动力有点勉强它是一个 2.2 的一个发动机嘛，但是这款新底盘呢，它是一个 2.3T 的一个新发动机然后呢还有配合 8AT 的变速箱，不知道它的动力到底提升没有咱们就先试乘试驾，然后再跟大家做出一个判断吧。现在咱们去房车厂就不骑电动车了，开着我的依维柯底盘房车去，加深一下我对依维柯底盘的这种肌肉记忆这样咱们开新底盘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明显的差别。今天北京的王哥也过来了，叫上王哥，咱们一块儿体验一下新车然后小娇也去听听2位。我是试驾他们俩是试乘，再听听试乘人员的这个看法。好，咱们现在就出发。咱们现在已经来到房车厂家这是一个 V363 做的 T 型T 型咱们就不试了，直接试 C， 最好是跟我房车同款布局的。这是个纵床的，有横床的吗？横床的目前还没出来咱们就试这个。这个可以拿掉吗？这可以拿。对，它里面有这个中间好像窄一点，这2个座位是宽一点，是吧？对，这个座位要大一点，舒服一点。这个仪表台好看。对，智能化很高。这儿还有一个放东西的，还有就是中间这儿有一个梁没有依维柯那么平钥匙钥匙在这儿。它这个不是无钥匙一键启动的。一键启动。对，无钥匙这一键启动，你踩着刹车。这是5座。对，这是5座，油是满的，它是电子手刹的，它这个电子手刹比较好一点。关成，那你去开吧，我就不过去了，好不好？行。你反正你自己开一下。好。这个跟福特那个 SUV 一模一样的，还智能化，把空调打开吧。这个是触摸屏的。这个收音机好像是开着。收音机开着。是不是？收音机把它关就好。声音关就好。这就是声音小一点了。好，这个好像还有自动启停功能对。松刹车走。
车的声音是比依维柯要小的，感觉给油就往前走了，动力可以啊，比那个 V348明显的要强一些。咱们就开着去趟营地吧，加速了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说，感觉动力比 V348要强一些，但是呢，跟依维柯比还是稍微肉了一点点啊，但是也可以，现在开起来不错。不知道这个底盘现在没有做改装啊？比如说做这个氮气减震啊这些，咱们一会儿车停下去下边看一下啊。如果裸车是这样的驾驶感受的话，它的舒适度确实是不错的，比依维柯要强。踩油门急加速，轻松到80啊！王哥，你感觉这个舒适度怎么样？反正从声音，这个车的声音还是比依维柯要小一些。对对对，底盘的反馈感觉也舒适一些，是吧？对，它好像是。咱们已经到营地了，进营地之前那段路有一点小小的崎岖啊，感觉还是不错啊。它这个减震的滤震效果也是比依维柯要好一些。车停下加水啊，咱们谈一谈试驾的感受。感觉就是它这个驾驶室啊稍微有点窄，不知道是这个座椅它是装的太靠中间了呢，还是驾驶室窄。反正这个地方你看啊，一个人这样正常走过去就得侧着身啊，稍微胖点的人真还有点够呛啊。这是这个驾驶室的宽度稍微窄一点，但是呢这个坐下来以后这个地方就显得比较宽敞。依维柯的地面是平的，但是呢它是把驾驶台这样升高了，所以地面就平了，然后它的这个分挡玻璃的高度比这个稍微窄一点啊。这个福特的底盘呢看着视野是比较开阔啊。皮质的包覆，这个看起来质感稍微好一点的上面这个塑料的啊，然后这个大屏，然后呢它的喇叭呢是中间这样按下去的，依维柯呢喇叭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大通的喇叭呢是在这个地方，都没有福特的这个喇叭按着送手啊，这就是我对它驾驶舱的一个感受哈。咱们评价一款底盘呢，不光要看它的驾驶舒适度，还要看它作为一个房车底盘它的改装潜力怎么样。后边自然不用说啊，后边就是按照原来的设计做就行了啊，跟依维柯没有啥差别啊。在这儿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啊，它的两个正副驾驶位啊还是更靠中间一点啊，所以说中间的过道有点窄。当然驾驶位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位置的如果说是后期啊，我要对这款房车提出意见呢，就是能不能把副驾驶的座位稍微往外移一点啊，看是通过什么方法啊，这边还有这么一拳的距离啊，稍微再往外移一移，中间的过道就稍微能宽一点，或者是把这个扶手取消掉，然后把扶手放到这边来，副驾驶稍微吃点亏吧啊，侧身的话依靠这边就行了。它这个驾驶室更低一些，对吧？这个开出去啊，你看这个驾驶正在打台阶了。对，这个台阶也比较高，说明驾驶室还是低。再一个，你没发现它这个档位这块是凸出来的，你还是有点腿出去进来还是稍微有一点的，有点阻碍。对，所以说这个啥都各有利弊。啊，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底盘有没有做改装啊？在这儿看吧。
这个底盘没有做升级啊，还是原厂的减震。再看看前边，前边也是原厂减震啊，没有做改变，那就说明这个底盘本身的舒适性还是不错的。坐房车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再做这个过多的改装啊，直接就原厂减震就行了。这个底盘呢，听说也是可以选择气囊的，但是我觉得今天驾驶以后的它的舒适感确实不错，真没必要再多花钱啊。这个水加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加满啊，说明这个样车里边是一点点水都没有装。但是呢，咱们现在已经对这个底盘了解的差不多了，水没有加满就先这样吧。马上快12点了，房车厂快下班了啊，赶人家下班之前，咱们把车还回去，不加了。